唐代的一部古书中居然记载了一位来自月亮的奇人，此人不仅拥有令人啧舌的科学知识，还揭露了一个闻所未闻的秘密。咱们今天就来说说他的故事。《酉阳杂俎》是唐代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说集，历来被公认为唐代志怪小说的巅峰之作，甚至有小说之翘楚的美誉。它虽然是一本志怪故事书，但不仅保存了大量南北朝至唐朝的珍贵史料，更堪称一部唐代的百科全书。在《酉阳杂俎》前集卷1《天旨》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颇为离奇的故事。大致在公元830年前后的唐文宗大和年间，彼时大唐政治略显沉闷，但文人游山访道的兴致依旧盎然。嵩山一带道观林立，正是文人骚客的心仪之地。某天，常年隐居于嵩山的文人郑仁本的表弟和另一位王秀才相约一起游览嵩山。两人白日里看景谈诗，走得甚是高兴，不知不觉已经深入山中。他们抓着藤萝攀援，跨越山涧，大山的深处却越来越幽静深远。很快，二人就迷失了方向。这时天色已暗，正当他们左右为难之时，山谷里隐隐传来一阵颇有节奏的鼾声。两人又惊又喜，于是拨开杂乱的灌木丛，循声摸了过去。不多时，他们就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人，头枕着一个包袱之类的东西，正在那里酣睡。两人急于回家，于是只好轻声地向白衣人询问道：“我们偶然误入这条小路，现在迷了路，您知道往官道怎么走吗？”白衣人被问话吵醒，缓缓睁开惺忪的睡眼，只抬头稍稍看了看二人，又倒头继续睡去。二人看到越发黑暗的天色，着急的又叫了他好几遍。白衣人这才缓缓坐起身来，回头指了指身边说道：“到这儿来。”二人见状，于是就凑了过去。二人说明了来意后，好奇的询问白衣人为何独自一人出现在这深山之中。白衣人听了微微一笑，默不作声地打开了他先前枕在头下的那个包袱，包袱里竟然是几件斧头和凿子之类的工具。二人追问道：“先生可是在这山中凿石为业？”白衣人的回答却有些出人意料，他说道：“既是也不是，并非凿山中之石，乃修月也。”二人听完白衣人的话，更是一头雾水。白衣人也不卖关子，解释说：“你们知道吗？月亮并非一个圆盘，而是一巨大之球，是以7种珍贵之物铸成。月亮的表面也并不平整，上面满是凸起与凹陷。你们所见到的月光，并非月亮自身发出，而是借日之光。日光照到这颗球上，再折射回人间，月亮才显得那样皎洁。”两个书生本来就一头雾水，听到这里更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没想到白衣人竟意犹未尽地继续讲道：“月亮上有82000人轮班做工，职责就是巡视、修补、整饬那些坑坑洼洼之处。这些斧凿就是月亮上的工匠所用的器具，而白衣人自己便是那批修月者之一。”谈话接近尾声时，白衣人从怀里取出2个略带光泽的白色小团，递给两位书生，说是他们在月亮上的食物，叫做玉蟹饭。白衣人继续说道：“你们把它吃掉吧，虽然不足以让你们长生不老，但可以一辈子不生病。”月出山头，山谷渐亮，白衣人站起身，指向一条隐约可见的小路，告诉他们顺此而下就可以找到回去的大路。话说完，白衣人转身走入林中，消失不见了。白衣人是消失不见了，但是他的那一番关于月亮的描述却成了一个留存至今的难解之谜。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位号称自己是修月者的白衣人究竟说了什么。白衣人声称自己来自月亮，并对月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描述。他说月亮是由7种物质所构成的球体，这个球体并不光滑平整，它的表面布满了凸起和凹陷。又说月亮本身并不能发出光，月光其实是太阳的光照到月亮上的反射。他还说月亮上有82000个修月者，而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最后一条，这个白衣人对月亮的描述不禁让人后背发凉。这些知识如果放到现在，即使来自于一个小学生之口也不足为奇，但是1000多年前的古书上居然也能出现如此准确的科学描述，真是让人啧啧称奇。更令人惊诧的是，根据最新的探月成果得知，月球的主要构成元素是氧、硅、铝、钙、铁、镁和钛，一共7种，与白衣人所说的月乃7宝合成完全吻合。那么问题就来了，酉阳杂俎中那位白衣人果真来自月球吗？亦或他是一位来自未来的穿越者，还是另有隐情呢？众所周知，华夏的月亮神话由来已久，从归藏中的嫦娥偷窃羿的不死药后飞升到月亮上，并且因奔月变成蟾蜍，
之所以是蟾蜍，除了古人认为蟾蜍具有不死的能力，与吃过不死药后的恒娥具有同样属性之外，月球上一块阴影的形状的确和蟾蜍有几分相似。随着神话的演变，蟾蜍的形象显然与后来月亮神话的唯美气质格格不入，蟾蜍又重新变回了恒娥。不过此时它已经被赋予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新名字——嫦娥。于是蟾蜍在与嫦娥短暂的并存过一段时间之后，渐渐地从月亮神话中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兔子。有趣的是，月球上另一块阴影的形状则绝似一只活灵活现的兔子。这说明华夏的先人在上古时候就已经对月亮上的阴影有所认知，并巧妙地将其融入了月亮的神话之中。而古人对于月亮是球体，本身不能发光，反射的只是太阳光的认知，也比我们想象中要早得多。西汉学者金房曾在其著作中引述他老师的观点，原文是这么说的：先师以为日似弹丸，月似镜体，或以为月亦似弹丸，日照处则明，不照处则暗。大意是说，太阳像弹丸一样是球体，月亮则像镜子一样是圆盘状。但也有人认为，月亮也像弹丸一样是球体，太阳照到的地方就明亮，照不到的地方就黑暗。可见，这时在西汉，也就是距今近2000年前，已经有学者认识到月球是球体，而并非平面。而对月亮只是反射太阳光的认知，则来得更早。上溯到西汉中期的《周髀算经》中，首次明确提出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其光亮源自于太阳的照射。后来前面提到的金房在《易传》中进一步说道：月与星，至阴也，有形无光，日照之，乃有光。月亮和星星本身都不能发光，只有太阳光照射时才能发光。等到了东汉时，张衡在他的临县中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释：太阳好比火，月亮好比水，火是自身向外发光，水则是映照含纳光影。所以月光产生于太阳照射之处，月之暗面产生于日光被遮蔽之处。月亮正对着太阳时，光就满盈；太阳被挡住时，光就消失殆尽。并说道：当日之冲，光长不合者，必于地也，月过则食。这说明彼时的科学家们已经知道月食的形成原因是地球遮挡日光后所形成的暗虚。所以说，《酉阳杂俎》中白衣人对月亮的描述并非什么超前的知识，而是早在汉代就已经被科学家们明确记载的旧文了。这时可能诸君就要问了，白衣人说月亮是由7种物质所构成的，又该作何解释呢？我们来看看原文。原文中白衣人说月乃7宝合成，七宝被解释成7种珍贵的物质，当然没有错，但是这个词还有另一层含义。七宝是一个重要的佛教用语，它在佛教经典中主要有2层含义：一是西方极乐世界或供养菩萨的7种珍贵宝物；二是转轮圣王出现时伴随的7种王者之宝。在诸如般若经、法华经等经书中，它主要是一种7种珍贵的材料出现，金、银、琉璃、砗磲、玛瑙是多数经书中公认的，其余2种则因译本而异，有珍珠、玫瑰、水晶、赤珠等不同说法。在大部分时间都崇尚佛教的唐朝，白衣人所说的7宝并无可能是养龟驴等7种元素，而更有可能是佛教中的7种宝物，所表达的无非是构成月亮的材料珍贵。此外，白衣人在最后送给2人的玉屑饭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在上古奇书《山海经》的西山经中说，丹水出焉，溪流注如济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适时试想。大意是说，丹水中盛产一种玉膏，玉膏的源头涌流翻滚，沸腾而出，黄帝以这种玉膏为食，并用它来祭祀天地鬼神。华夏的先人很早就有食玉的传统，认为玉是阳精之纯者，服玉者寿如玉也，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延年益寿，一度还成为道家修仙者首选的顶级食材。白衣人自称来自月亮，也可称得上是修月仙人呢。既然是仙人，以玉为食，自然也就理所当然了。直至多年以后，古人才逐渐发现食玉不仅不能延年益寿，并且还会损害健康，这就是后话了。总而言之，《酉阳杂俎》中这个月亮来客的故事虽然看似新颖离奇，但细究之下不过是当时已经存在的各种知识的拼凑罢了。不过关于月亮的内容在彼时可能还属于鲜为人知的顶尖知识，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也许是想借白衣人之口向大众普及当时鲜为人所知的科学知识，也未可知。
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再见。